今日我哋要拆解一隻好多人又愛又恨嘅股票——比亞迪。老實講，市場上面10個分析師有9個都話，比亞迪呢種嘅營運模式喺今日去全球化嘅世界入邊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負累。但係我哋深挖咗佢盤數之後，發現啱啱相反，呢樣嘢先係佢最犀利、最不為人知嘅秘密武器。好，我知你實會話唔係啊嘛，而家啲新聞日日都喺度唱淡喎。冇錯，市場主流嘅睇法，或者我哋叫第一層次思維，係非常有道理嘅。佢哋擔心啲乜？主要係2樣嘢。第一就係中國國內嘅監管壓力，最近規定咗啲大企業找數俾供應商，唔可以再拖咁耐。哇！呢個對比亞迪嚟講可以話係致命一擊，因為佢哋過往嘅現金流好大程度上係靠超長嘅應付賬期，差唔多成129日去支撐。而家呢條大水喉要收緊，啲淡友就覺得佢嘅現金流好快會乾塘。第二就係技術差距，大家都知講到全自動駕駛 FSD， 比亞迪同特斯拉仲有一段好遠嘅距離。喺一個軟件定義汽車嘅未來，呢個差距睇落就好似係一個冇得救嘅硬傷。所以市場共識嘅故仔就係比亞迪喺國內腹背受敵，外面又有技術追唔上，前景堪憂啦。但係你知唔知同一部比亞迪嘅喺德國賣幾錢？個價錢竟然比中國國內嘅對應車型足足貴咗近1倍。你冇聽錯，係賣貴近1倍。呢個數字好得人驚㗎，佢即刻引發咗我哋嘅思考。點解呢？點解喺有關稅壁壘兼且冇本土優勢嘅歐洲市場，比亞迪竟然有咁強嘅定價權？個故仔一定唔係表面睇到嘅咁簡單，而呢個就帶動我哋嘅核心觀點，我哋嘅變異認知。市場擔心嘅關稅根本就係一個煙霧彈，真正嘅故事係比亞迪恐怖嘅盈利能力。點解佢可以賣到咁貴都仲有人買？答案就係佢哋極致嘅垂直整合能力。簡單嚟講，由電池、摩打到晶片，成架車超過70%嘅嘢都係自己做。呢個喺中國呢個地獄級競爭市場鍛煉出嚟嘅能力，俾咗佢一個結構性嘅成本優勢，成本可能比對手低15%到35%。呢個成本優勢就係佢嘅全球武器。佢可以將一部喺中國賣10蚊嘅車運到歐洲標價20蚊，就算俾你抽30%嘅重稅，佢喺歐洲每賣一部車賺嘅錢都仲係遠遠高過喺中國。所以你明未？海外市場為比亞迪提供咗強大嘅利潤緩衝，去對沖翻國內嘅價格戰同埋我哋頭先講嘅找數期壓力。至於 FSD 差距，我哋承認呢個係事實，但係市場誤判咗個遊戲規則。比亞迪嘅策略根本就唔係要贏聽日嘅 FSD 競賽，而係要贏今日嘅全球大眾市場。佢用一個極具競爭力嘅價錢，提供夠用就好嘅輔助駕駛、靚仔嘅設計同埋可靠嘅硬件。當特斯拉喺度追求極致嘅 FSD 高科技時，比亞迪就靜靜雞咁用一個高銷量、高確定性嘅硬件策略，食咗個市場最大嗰份額。所以成件事嘅核心矛盾就出咗嚟。比亞迪呢一套打法，到底係一個可以橫掃全球嘅致勝武器，定係一個離開咗本土保護之後就會不堪一擊嘅玻璃城堡？我哋嘅分析認為，核心嘅矛盾點嘅答案係雙重嘅，而且取決於時間嘅維度。短期風險係真實存在，特別係個找數期嘅改變，但係由佢海外驚人嘅盈利能力所驅動嘅長線邏輯，長期嚟睇可能會反敗為勝。講到呢度，最關鍵嘅問題就係呢啲因素到底值幾多錢？我哋做咗個反向 DCF 分析，發現而家嘅股價其實暗地裏計緊一個非常保守嘅預期。對於一間龍頭公司嚟講，呢個預期實在係太低啦。咁我哋自己計出嚟嘅合理價值又係幾多呢？喺我哋嘅基本情景假設下，似乎仍有唔少嘅上升空間。當然，投資冇一本通書睇到老。我哋嘅估值模型其實係一個複雜嘅3情景聯動模型，入邊考慮晒樂觀、基本同悲觀嘅情況。其中最關鍵嘅2個變數就係未來穩定後嘅應付賬款周轉日數同埋汽車業務嘅毛利率。喺我哋 Patreon 嘅深度報告入邊，我哋會獨家分享成個估值模型，入邊有一個敏感性分析矩陣，你會親眼見到，只要呢2個核心數字有少少變動，我哋計出嚟嘅合理價值，我哋會教你點樣跟住每一季嘅財報睇實邊幾個數去判斷股價當時嘅真實價值。呢個係一個幫你建立自己投資決策體系嘅強大工具。同時，我哋都會詳細拆解事前剖析嘅2大失敗路徑。例如，如果連續2個季度經營現金流都係負數，就可能係一個危險信號。想得到呢一套完整嘅分析框架同埋量化工具，就即刻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OK， 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記得所有內容都只係資訊分享，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入市前要自己做足功課。我哋下集再見，拜拜。